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问答程式哦。那这个问答程式呢，会让我们练习到之前所学的东西哦。好，那既然是问答程式嘛，我们就要有问题嘛。那这边我准备了3个问题，然后把这3个问题呢存在一个列表 test 里面哦。好，那我们先看看，我们先印出来看看，看我们的问题它的格式长什么样子哦。那我们先看第一题。它的格式是这样子，它先问我们一个问题，然后下面列出了3个选项哦。那如果我今天是受测者的话呢，我就要回答 A 或 B 或 C 哦。那其实呢，我们这边哦，每一个问题哦，它都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问题的描述本身；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问题的答案哦。每一个问题呢，都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问题的描述本身，第二个部分是问题的答案哦。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问题呢，都有2个资讯。第一个资讯呢，是我们问题的描述本身；第二个资讯呢，是我们问题的答案哦。那既然一个问题有2个资讯，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哦。好，那我们这边把它定义在另外一个档案里面 question.py uues 哦，没拼错。好，那我们在这边定义我们新的资料形态叫做 question， 然后呢，初始函式。那我们刚刚说了嘛，这个 question 这个资料形态呢，它会有2个属性，也就是我们的2个资讯嘛。第一个呢是问题的描述，那我们叫它 description。descrip 好，没拼错。那第二个属性呢，也就是第二个资讯呢，是我们问题的答案嘛，那叫它 answer。然后再把我们实体的属性 description， 然后呢赋予给它。下面也是一样，实体的属性 answer 赋予给它。好，那我们这样子呢，就成功的定义了一个自己的资料形态，叫做 question 哦。那这个资料形态呢，它有2个属性，分别是 description， 也就是问题的描述，还有 answer， 也就是问题的答案哦。那我们那边已经创建了一个资料形态嘛，那我们就可以做引入哦，模组的引入，我们可以写 from question import question。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哦，因为我们之前教的不是这样吗 ？import question， 我们之前教的是这样嘛？那为什么现在写这样呢？那这2个差别又在哪里呢？好，我们写 import question 哦，我们是说我们引入 question 这个模组嘛，也就是引入 question.py 这个档案嘛。那 import question 呢，它是把我们整个 question.py 的档案都引入哦。那 from question import question， 它的意思呢，它是说我们从 question 这个 question.py 这个档案里面呢，我们只引入 question 这个东西哦。也就是说，我们到这个 question.py 档案里面呢，我们只会引入 question 这个类别哦。假设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变数好了，它叫 AA， 那它的值是88。那如果我们写 from question import question， 它就只会引入这个 question 类别哦，它就不会引入这个 AA 这个变数。那如果我们写 import question 的话呢，它就会把整个档案里面的内容都引入，包括这个类别还有这个变数哦。好，那这个呢就是2者的差别哦。那我今天写上面这种。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已经定义了自己的资料形态嘛，叫做 question，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新的资料形态呢来表达我们的问题哦。好，那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存在一个 questions 的列表里面。
那这个列表里面存放的呢，就是我们新的资料形态 question。那这个 question 需要传入2个参数哦。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问题的描述嘛。那问题的描述呢，在 test 这个列表里面，第一题呢就是 test 0。第二个参数呢，我们要传入的是问题的答案哦。1加3等于4嘛，所以我们问题的答案就是 C， 我们传入 C。第二题一样 test 1，那1公分等于1公尺等于100公分嘛，所以就是 B。再来第3题，香蕉是黄色，所以一样是 B。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用我们的新的资料形态 question 来表达我们的问题咯。那我们把它呢存放在 questions 这个列表里面。再来呢，我们要定义一个函式。这个函式呢，它会帮我们跑我们的测验哦。那我们叫它 run test。那这个函式呢，要传入一个列表。这个列表呢，里面要存放的是我们新的资料形态哦。好，那我们叫它 questions。然后我们先定义一个 score。这个 score 这个变数呢，要存放的是我们的受测者，他总共答对几题哦。那一开始是没有半题嘛，所以就是0。再来呢，我们要写一个回圈，这个回圈是帮我们去跑每一题哦。然后我们用 answer 这个变数来存放我们受测者他的输入哦，也就是他回答的答案是多少。那我们 input 这个提示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输出，我们要印出我们的题目哦。那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这个 question 它的属性 description descripti， 我好像没听错。然后呢，我们得到我们的受测者他的答案之后呢，我们要判断他答的对不对。那正确的答案呢，会存放在这个 question 点 answer 的属性里面。好，那如果一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的分数加1。那再来呢，我们要印出它总共答对了几题嘛，我们要让它知道它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得到那因为 score 这个变数呢，它是数字嘛，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成字串。你得到，然后加上分，那后面再加上有几题好了。那我们要看总共测验的几题，就是我们这个列表它的长度嘛。那列表这个长度呢，我们用 len 这个函式，它回传回来的是数字哦，所以我们要再把它转成字串。共几题？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函式哦。那我们直接来跑跑看。那我们传入的呢，就是我们这个 questions 这个列表哦。好，我们直接跑跑看。1加3等于，那我们假设回答 C 4， 1公尺等于100公分，所以我们回答 B。香蕉什么颜色？那我们故意回答错，我们说黑色。他就说你得到了2分，然后共有3题哦。OK，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我们做了一个问答程式哦。那这边呢，我们用到了很多以前教过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忘记的话，赶快回去做复习的动作哦。好，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